高手养多肉，会给盆土铺成小石头。除了提升颜值，还有6个好处。大家好，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多肉植物滚土上面的小石子，其实有大作用。相信各位幼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养多肉的时间久了，随着肉从原来的土长霉眼干，慢慢养到仙气十足，自己的审美观也越来越高。可能开始只是随便捡个饮料瓶就可以养肉，而现在就会更加注重怎么搭配，才会让肉更像艺术品了。说起多肉植物的搭配，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合适的花盆。一个颜色和形状都与多肉相得益彰的花盆，确实非常给多肉的颜值加分。不过，乱糟糟的盆土的话，总还会感觉少点什么。没错，就是少了铺材。盆土表面的那层漂亮小石头，我们称之为铺面石。而事实上，铺面石带给多肉植物的，不只是提升颜值那么简单，还有其他很多好处。所以，那到底都有哪些好处呢？以避免风吹跑盆土。多肉植物的盆土主要由颗粒土加泥岩或椰糠配置而成。这些泥岩和椰糠的质地本身比较轻，有水分的时候还好，干多了之后很容易被风刮得到处都是。不但会导致盆土白白流失浪费，还会把四周的环境也搞得脏乱不堪。而如果在盆土表面上压一层铺面石的话，风就吹不动了，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二防止水浇乱盆土。由于椰糠和泥岩的质地非常经干透之后，除了容易被风吹跑之外，还很容易在浇水的时候被冲出一个个小坑。不但如此，很多干透的植料还会漂浮在水面，导致浇水的时候根本浇不透。而如果在盆土表面铺一层小石子，水流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冲乱盆土了，当然也没有浮在水面上的植料了。3把底层叶片和屯土隔开。对于一些纯生或者爆棚的多肉植物，它们的叶片都比较密集茂盛，有不少底层的叶片。这种情况下浇水，很容易导致这些叶片黑腐或化水，继而感染到多肉全身，导致肉魂归西天。而盆土表面有铺面石的话，会把叶片和盆土隔开，使得叶片只接触到铺面石，而铺面石相对干净，病菌少加水后也会马上变干，会使多肉死亡的几率大大降低。系老桩上盆时起到固定作用。我们在给多肉老桩上盆的时候，往往都会遇到头重脚轻的状况，而不得不选择深埋茎秆。但是茎秆深埋在盆土中的话，又很容易因为不透气而发生黑腐。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只在花盆中填上一半盆土，只把老桩多肉的根系埋住，上面的一半全用大颗粒铺面，这样既能起到固定老桩茎干的作用，又不会影响透气，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老桩黑腐的发生。我深埋土藏的生石花。生石花非常有个性，但是特别容易土长，土长之后就非常难看了。这时候只露出头部，这样颜值又变回来了。但是与前面说的老桩一样，生石花细埋的部分如果不透气也会黑腐，所以这时候用一半盆土埋住生石花的根系上面，一半全用大颗粒来铺面就可以了。六治疗手切行为。有不少肉友喜欢动不动就把多肉拔出来看看根系，这样做虽然可以随时了解到根系的生长情况，但是拔的次数多了，就会阻碍肉生长了，严重的甚至会将苗。其实，来判断根系的生长情况，但是有的肉友天生手欠很难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肉铺面，
这样如果下次再把多肉的时候，还要把铺面石都捡出来，对于有些肉友来说就显得比较麻烦了。所以说铺面石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来治疗肉友们一言不合就拔多肉的手欠行为。说了这么多优点，可能有些肉友还不服气，铺面石也有缺点啊，看不到盆土的干湿度怎么办？这里就再重复一下，什么时候都要植物底层的叶片变软发皱了，再浇水是刚刚好的。最后再讲一下铺面石的选择，其实像火山岩、赤羽土脉范石，甚至出沙等这些大颗粒都是可以的。如果硬是提一点要求的话，那就是这些铺面石本身要重一点，个头最好比配土中的颗粒大一点，还有就是千万不要用染了色的石头，再好看也别用。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专业的知识有说错的地方，欢迎评论区指正。如果觉得我说的话对你有帮助的话，转发并关注我吧，我会持续分享多肉植物等花卉的养护。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